我是凤族最卑贱的公主，语色斑驳，血统遭矣。择序大典上，南域太子当众拒我，转求旁人，父尊嫌恶，族人唾弃。我被押往极寒禁地，献祭给传说中的龙神。择序大典的焰火还没烧完，凌霄的膝盖已经落在了素羽面前，满殿的烈焰流光倒映在琉璃砖上。凤凰族年轻一代最尊贵的南域太子，当着九殿宗亲的面，将自己的血玉冠摘下，双手捧至素羽脚边。这枚冠是南域皇族嫡系求亲的信物，落地便不可收回。我父尊的手指已经陷进了玉座的扶手里，白皇法力催动之下，整座大殿的温度骤降了3分。那些站在近处的青年凤凰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半步，殿内无人敢出声。我站在殿中央，身上还穿着母后生前为我绣的紫燕凤裙，裙摆缀着99颗黄火珠，每一颗都是母后把自己的羽根练了7日才凝成的。她死在产床上时留下的最后一道术法，就是把我浑身红白斑驳的羽色封在骨血深处，附上这身紫燕华彩。凌霄抬起头看我，眼底那层薄薄的嘲弄几乎掩不住。上一世他也是这双眼睛，在产房里把刚出壳的孩子从我怀中拽走时，在发现那小小的凤凰浑身红白交错而非他期望的紫色时，在他的指尖刺穿柚子胸口时，都是这双眼睛。然后他剥了我的内丹，把我从万丈高崖丢进焚天火海，烈焰灼烧躯体的痛觉此刻依然刻在我每一寸骨缝里。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母后遗留的那只素银镯子，镯身内侧刻着一行极细的字，是我成年那日才浮现的极寒之地，龙神之下，你的命数方才开始。前世我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满脑子都是凌霄温柔的侧脸。父尊的声音从头顶砸下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凌霄，你是何意？本王为凤系择序，你跪在旁人面前，是要折辱我凤凰族的脸面。凌霄起身，姿态恭谨地向父尊行了一礼，脊背压得极低，语气里全是恳切，仿佛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凤凰族的千秋大业。皇王荣禀。他顿了顿，目光从我身上掠过。臣并非不敬公主，只是凤栖公主的血脉恐怕并非如外界所知那般纯正。殿堂里的空气一瞬间凝固了，我身旁的侍女黄瑜已经开始发抖，她的手死死攥住我的袖口，指节泛白。素羽站在偏殿的位置上，低着头，嘴角的弧度被垂下的额发挡了大半，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上一世她以正妃之尊踩着我尸骨登上高位时脸上同样的弧度。父尊手掌一翻，垫脚那根雕着9凤朝阳的琉璃柱应声碎裂，碎片飞溅到最前排的宗亲脸上，割出了几道血痕，却无人敢动。你是在说本王的血脉有问题？凌霄跪了下去，声音极稳。臣不敢，臣只求皇王让公主现出凤体真身，一切便可水落石出。黄瑜已经急到眼眶通红，几乎带着哭腔拉扯我的手。公主，您就现了真身让他们看啊，您是子皇啊。我没有动，上一世凌霄用的也是这招。等我现出真身暴露了杂色羽翼，他便以血统欺瞒为由废了我的丹田。那时我才知道，修复内丹的法力若是被毁，凤凰便永远无法再凝聚黄火，跟废物无异。这一世他重生归来，带着前世的记忆，自以为手握必胜的底牌。他知道素羽生出了白皇，所以认定素羽才是那个能帮他弥补驳杂血脉的正确选择。可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素羽根本不是辉煌，他体内连一根真正的凤凰灵羽都没有。他的母亲是民间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野山鸡精，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幻术蒙骗了父尊一夜，才有了素羽。前世那个所谓的白皇幼子，不过是素羽用同样的幻术伪装出来的假象，真身是一只灰扑扑的，连飞都飞不起来的杂种。而凌霄自己呢，南域太子之名光鲜亮丽，内里却早已是被族中近亲繁衍耗尽的空壳。他的血脉浓度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蓝皇，两个空壳凑在一起，怎么可能孵出100年南域的白皇？但这些我不需要现在说。父尊，我的声音很平，平到殿内所有凤凰都安静下来看着我。儿臣确实不是子皇。黄羽的手从我袖口滑落，他整个人呆住了。殿堂内先是一片死寂，随后如沸油泼水般炸开。父尊的面色在一瞬间经历了震惊、难以置信、愤怒，最后沉淀成一种比愤怒更可怕的东西——嫌恶。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凌霄与素羽即日赐婚。他的声音平静得像深渊底部的死水。择序大会到此为止，众人退下。凌霄站起身的动作带着掩饰不住的轻快，他从我身侧经过时，脚步甚至刻意放慢了半拍，像是在等我抬头看他。我没有抬头。素羽跟在他身后走出大殿，凤袍下摆从我面前拖过，留下一阵脂粉的甜腻香气。大殿的门在身后关上时，空旷的殿堂里只剩下我和父尊。他吐了一口血，那口血落在白玉台阶上，嫣红刺目，和他白黄真身的羽色形成了极其惨烈的对比。来人！他的声音嘶哑而冰冷。凤系7军往上，打入天牢。2名侍卫的手已经架上了我的肩膀，我没有挣扎，只是跪在原地开了口：儿臣甘愿受罚，但求父尊允许儿臣前往极寒禁地，作为贡品献祭龙神大人。他的动作顿住了。凤凰族每100年向龙神献上妙龄少女，以求延续香火。
这是族中延续了几千年的规矩，名为供奉，实为弃子。被送去的凤凰从未有人回来过。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眼底没有一丝心疼。最终是素雨的贴身侍女送来了素雨的口信，我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但傅尊听完之后，看我的目光像在看一件终于找到了处理方式的废物。准了。黄宇扶着我回到已经被摘去了公主牌匾的寝殿收拾行囊时，我把母后那只素银镯子从袖中取出，贴着腕骨戴进，镯身微微发热，内侧那行字在皮肤上烫出了浅浅的印痕。我将换下的紫燕凤裙叠好压在箱底，把侍女递来的素色球衣穿上。黄宇哭得几乎站不住，我扶着他坐下，替他擦了一把脸。店门外传来凤袍拖地的窸窣声响，伴着一阵浓烈到呛人的脂粉味。素雨换上了正妃才能穿戴的赤金凤冠，衣上上绣的是久雨朝皇的尊贵纹样，整个人被堆砌的华贵撑得摇摇欲坠。他走到我面前站定，下巴扬得很高，眼底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未想到一直高高在上的凤熙公主，竟是连最普通的族人都厌弃的杂毛。就算去献祭龙神大人，又怎么会宠幸你？哪怕擦满粉，他脸上也有挡不住的疲惫，眼角甚至有细微的皱纹，那是幻术维持的代价。不像我，如今是被凌霄看上，那可是整个凤凰族女子的梦中情人。妹妹，你羡慕也没用。我的侍女黄雨站出来，目视素雨。素雨公主前几日还求着我家公主帮你寻一个好亲事，怎么翻脸如此之快？素雨脸色一变，上来就狠狠在黄雨脸上扇了一巴掌。我刚想回击，却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灵力压制，我一下子摔到地上。凌霄正站在门口，他冷冷地看着我，眼中尽是厌恶。素雨肩负家族重任，要和我养育白皇，你这个杂毛贱人怎么还不去死？就在此刻，又是一股强大的灵力冲击，我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我看见远处凝视我的父尊，他满脸不悦，强大的皇帝居然妄想这两个血脉不纯的杂种生下未来的凤凰族希望。我大声嘲笑两声，语气中带着一丝怜悯。那便祝你们生下一个白皇。他们生不出来的，一个野山鸡精，一个血脉驳杂的太子，只能生出下一个畸形。更何况凌霄为维持毛色内里亏损，他是很难生出来真正的纯血凤凰。上一是我的痛苦，素雨你可要慢慢品尝。我在所有人的嘲讽中离开王宫，甚至在前往极寒禁地时，路上的族人也在不停羞辱我。你身份如此卑贱，万一惹龙神大人不高兴，我们便打死你，听到没有？我的法术被父尊封禁，只能任由他们欺辱。好在半月后，我成功抵达极寒禁地。第一个夜晚，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等待龙神的降临，直至半夜，一个满脸污秽、左腿残疾的男子一摇一摆地走进来。众人先是吓得鸡飞狗跳，最后将他赶了出去。我留意到他虽左腿残疾，却依旧身手矫健，一定不是寻常人，所以我趁乱跑了出去。冲我微微一笑，那笑容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深邃，我便没了意识。等我再醒来时，已是次日，只觉得浑身酸痛，手腕处那个好运手镯隐隐发热，并多了一个奇怪的龙形标记。神庙里的众人已经消失不见，我只能凭着记忆回了王宫。所有人都惊慌失措，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从极寒境的回来。我父尊也曾派人搜过，那些送去的人都杳无音信。我回来不是大吉便是大凶，王族人都骂我是逃犯，不顾凤凰族安危，我如何解释都毫无作用。他们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在神庙前用烈火焚烧，以示对龙神尊敬。父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是偷偷跑出来。我哭着求他们放过我，我不想重演上辈子的覆辙。你看看你如今做了多少丢我颜面的事情。素雨有孕，凌霄搀扶着她，两人在一旁看我的好戏。烈焰突然在我身上烧起来，我吓得立刻就要晕过去。只是许久过去，我突然发现这烈焰丝毫伤不到我，手腕处那个龙形标记隐隐闪着亮光，一股温和却强大的力量在我体内流淌。这是怎么回事？凤熙，你又做了什么手脚？你怎么这么有心机？素雨看我风头正盛，立马跳出来羞辱我。众人纷纷回过神来，大祭司装神弄鬼的走出来。许是凤熙太过卑贱，龙神嫌恶他，才有了如今的成绩。龙神大人慈悲为怀，便放过他吧。大祭司找来医师替我诊治，我诊治，突然又爆出一个惊天秘密：凤熙她居然有了身孕。父尊阴沉的脸更加狠厉，众人皆诧异。凌霄自信地看着我，眼中带着嗜血的快意。凤熙，还不跪下！你一再冒犯龙神，今日我便为民除害。凌霄终于等到机会，但是用尽浑身解数都无法伤到我，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力量保护着。素雨也迫不及待上前，只是他没用法力，一巴掌便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堂堂公主未嫁，先和别人行苟且之事。我注意到素雨扇在我脸上的巴掌没有丝毫法力，
看来凌霄依旧选择了那条老路，吸取他人的生机来维持自己的纯净。这极寒境地精怪颇多，公主怕是连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我被众人唾弃，各种污言秽语扑面而来，甚至有人当我父尊的面撩拨我，最后众人都束手无策，我被送回王宫圈禁起来。几日后，我这个被万人唾骂，素雨急不可耐地跑到我宫里，嘴快咧到耳根。没想到妹妹名声臭成这样，还有人捡烂摊子。不过我听说是个瘸了腿的丑八怪，配公主真是再好不过了。他们主仆几人一唱一和，看我不为所动，便开始动手动脚。你听到没有？我跟你说话呢。我面上毫无波澜，笑着回了一句：谢谢姐姐提醒，我倒是觉得哪怕是个瘸子，也比凌霄好得多。果然，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甚至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男人，正是那天我在神庙外见到的男子。父尊为了羞辱我，果断答应了我们两人的姻缘。他直接住进我的宫殿，我疑惑太多，最后还是开口问：你莫不是龙神？他吓得赶紧捂住我的嘴，惊恐万分。我只是那里一只普通的杂毛凤凰，怎可与龙神挂钩？你太折上我了。那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是你的。他表现得无异常，可我却丝毫不信。在我和素雨怀孕期间，凤凰族发生很多异象。本来贫瘠的土地上长出茂密的植物，周遭灵力太过充沛，有些小草长了10几米高，许多小动物都有了灵性，幻化成人。大祭司连忙占卜，说近日会有急事发生。凌霄大喜过望，想必是素雨腹中孩子，定是未来凤凰族荣耀。素雨满脸得意，摸了摸肚子。父尊，我如今可是金贵得很，想讨个恩赐，让姐姐到我身边伺候。我拒不答应，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太过于恶心，我不能忍受。父尊却拿我腹中胎儿的生命做威胁。若是你不去，那你生下来那个杂种，我就扔去喂狗。还有你那个瘸腿夫君，我找人将他乱棍打死。凌霄为了给足自己孩子的牌面，甚至将本就金碧辉煌的宫殿变得更加奢侈。我被迫无奈去了素雨宫中。在我一天迷迷糊糊睡梦中，突然感觉身体乏力，仿佛怎么都醒不过来。突然那个龙形标记又闪烁起来，我撑着身子爬起来，发现凌霄正倒在地上口吐鲜血。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见我内力深厚，凌霄恼羞成怒：你这个贱人肚子里怀的也是贱货啊！他气急败坏离开。在那一刻，我看见他隐约闪现的真身，果然如我所料，他其实是一只披着华丽凤羽的野山寂静。我在素雨宫中住了许久，有了一个极大的收获。那些被拉往极寒境地没有回来的女子，竟然都在凌霄建立的地下宫殿。那天我随着素雨回凌霄家，在午后我看见凌霄满脸煞白，身体虚弱，他观察着周围，往一个地方跑，看到没人，他放下心来，扭动一处机关并跳了下去。等到他出来后，我又悄悄学着他扭动机关。我下去后看见了让人极为震撼的一幕，那天和我一同前去的女子几乎都在，还有遍地的尸骨，她们满脸疲惫，许多竟然已经白发苍苍，只有几个等级较高的凤凰肚子已经微微鼓起。我大为震惊，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天羞辱我最严重的女子扑上来求我：公主，求求你救救我们！直到我出去还恍恍惚惚觉得一切不太真实。上一世和凌霄夫妻一场，我竟然不知道他居然做了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时机未到，我只能忍下来。几个月后，我和素雨临近产子时，忽然天生异象，万里高空中翻涌着红光，赤霞万里。大祭司连忙在外叩拜：这是大吉之兆，定是有白皇降生了。我父尊激动万分：白皇，好啊好啊，本王等了几百年，终于等到这天了。就在此刻，我和素雨肚子同时剧烈疼痛起来。素雨忍着剧痛，还在向我炫耀：一定是我的孩子，还没出生便给我挣足了脸面。也不知道你肚子里是个什么畸形的怪物，居然敢和我的儿子一起出生。王宫所有医师都被父君叫去素雨那里，我这里只有夫君一人陪在身边。我满脸焦虑：若我生出来的只是个普通的杂毛凤凰怎么办？他笑着不停安慰我：没事儿，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会好好保护。我眩晕了过去，只记得耳畔传来几个字：不会的。什么不会的？可我在没了意识。许久后，忽然我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生了！素雨公主果然生下了一只白皇，这可是我族骄傲。我忙起身查看，发现我旁边的孵化池中，我的孩子被杂乱无章的颜色包裹，失望瞬间萦绕在我的心头。凤凰族产子后受龙神保佑，新生儿会被灵力裹挟看不见等级，需几个月后才能知晓孩子等级。但是族人早已摸清规律，白黄灵力纯白，青黄笼罩着青色，而我孩子身边灵力变幻不定的颜色，
都在证明着我确确实实生下了一个杂毛凤凰。我和夫君用灵力将孩子托起，要送去王宫里的祠堂，希望龙神保佑孩子平安。素雨和凌霄后面跟随了一大群人，兴师动众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过来。素雨刚刚生产完，看着十分虚弱，却还是狠狠撞了我一下。抱着你那个小杂种，滚远一点！他声音虽大，底气却不足。等我定睛一看，发现他面容衰老极快，如今他的皱纹爬满眼睛和嘴周围，眼睛暗淡无光，甚至身子都快要佝偻下去，还有着丝丝白发。但是我不会认不出这种遭遇，上一世生产完的我也是这般模样。我有些生气，从来没有人规定过杂毛凤凰就不能进祠堂。素雨满脸嘲笑，拉长声音，是没有规定，那是因为王宫从来没有出生过杂毛凤凰。你最好快点抱着你那个东西滚。龙神大人不会恩赐他的。话落，便有很多族人围上来赶我们走。快滚，丢人现眼！我生产完身体虚弱，夫君身体残疾，我们被迫被推搡出去。突然凌霄喊开众人，让他把他那个小杂种放这里吧。我还在疑惑他今日怎么这么好心，他便轻蔑地瞪着我。你和素雨同日生产，孩子也自然会同一天显形，到时候白皇降世，天降祥瑞，你的杂毛凤凰放在我的孩子身边，不知道会多可笑，多丢脸。他笑得得意猖狂，我却丝毫不在意。等待孩子显形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日日去祠堂和我的宝宝说话。我和夫君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缺，愿他一生幸福，别无所缺。凌霄府中近日听说已经丢失许多侍女和仆从，闹得人心惶惶。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谁所为。1个月后，孩子今日会从灵力包裹中显形。我和夫君换好衣服，打算去迎接我们的宝。果不其然，外面又人声鼎沸，热闹无比。看，又是那天的景象，万里红云翻滚，像火焰一样。这是在预示我们凤凰族会越发兴旺吗？我和夫君一同在人群中等待，不知过了多久，素雨孩子身边的灵力慢慢消散，快显形了！这百年难遇的场景居然被我碰上了，太激动了。我也有些紧张，他们2人按理说连子皇都生不出来，怎么会有白皇呢？人群沸腾，所有目光都聚焦在素雨孩子所在的孵化池，灵力散尽，一个小小的身躯逐渐清晰，洁白如雪，带着一丝柔弱，正是那所谓的白皇。白皇，真的是白皇！大祭司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天佑我族，天佑我族！父尊更是喜极而泣，他冲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孩子，满脸慈爱。凌霄和素雨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狂喜和得意，仿佛他们才是这世间最尊贵的凤凰。凤喜，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凌霄的孩子，纯血白皇。而你那个呢？还不快显形，让大家看看你生了个什么怪物！凌霄猖狂地笑着，指向我孩子所在的孵化池。我心头一紧，虽然知道我的孩子绝非凡品，但此刻面对所有人的嘲笑和期待，心中仍旧有些紧张。我紧紧握住夫君的手，他回以我一个安慰的眼神，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只有对我全然的信任。此刻，我孩子周身那团杂乱的灵力也开始剧烈翻腾，颜色变幻不定，红与白交织，如同未完全熄灭的火焰。这景象与素与孩子纯粹的白色灵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来更多刺耳的嘲笑。看啊，那是什么？五颜六色的，真的是个杂种！天哪，凤凰族从未有过如此低贱的血脉，简直是玷污了祠堂。这就是那个去极寒禁地献祭得来的野种吗？连龙神都嫌弃。各种污言秽语如潮水般涌来，我的耳边嗡嗡作响。父尊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失望和厌恶。素雨更是笑得花枝乱颤，虚弱的身体也因为这股得意而显得精神焕发。快看，要出来了！有人惊呼，灵力屏障终于完全消散。然而，孵化池中出现的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凤凰幼崽，而是一个黑乎乎的蛋。是的，一个通体漆黑，表面粗糙，没有丝毫凤凰特征的蛋。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嘲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黑蛋。这是什么东西？大祭司颤抖着声音问道，脸上写满了恐惧。畸形，一定是畸形。素雨的笑容僵在脸上，随即变得扭曲。凤熙，你生了个什么怪物？连凤凰都算不上。凌霄的脸色也变得铁青，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白皇旁边竟然躺着一个如此诡异的黑蛋，这简直是对他最大的讽刺。我看着那个黑蛋，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悸动，这并非失望，而是一种深埋血脉深处的连接感。我伸出手想要触碰它，却被夫君轻轻拦住。别急，
他在蓄力。他轻声在我耳边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就在这时，素雨怀中的那只白黄幼崽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那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凤凰的轻鸣，反而更像鸡叫。这声突兀的鸡叫在寂静的祠堂内显得格外刺耳，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这白黄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有人小声嘀咕，素雨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她赶紧捂住孩子的嘴，目瞪着周围。而就在此刻，我孩子所在的那个黑蛋突然开始剧烈颤动起来，一道道细密的裂痕如同蛛网般迅速蔓延开来，裂痕中隐约透出一种炽热的红光，以及一种带着远古苍凉气息的威压。咔嚓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蛋壳碎裂，露出了里面的一角。那不是凤凰的羽毛，也不是龙族的鳞片，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却又超越两者的神秘物质。红光越来越盛，祠堂内的温度骤然升高，所有人都感到一股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炼狱之中。这是什么力量？大祭司惊恐的后退，他从未感受过如此纯粹而磅礴的火焰之力。蛋壳继续剥落，最终一个通体赤红却又带着丝丝缕缕银白纹路的幼崽从蛋壳中挣脱出来。它没有羽毛，也没有鳞片，反而像是凝聚了天地间最原始的火焰和冰雪的精灵。它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金色的树瞳，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和霸气，扫视全场。吼！一声低沉却震彻天地的咆哮从幼崽口中发出，那声音不再是凤凰的轻鸣，也不是龙族的淫笑，而是两种极致力量融合后的混沌之音。祠堂内的所有凤凰，无论是父尊这样的白皇，还是凌霄这样的太子，都感到一股来自血脉深处的战栗和臣服。他们体内的凤凰血脉在这一刻竟然被完全压制，甚至连翅膀都无法展开。而素雨怀中的那只白皇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发出更加凄厉的鸡叫声，甚至连身上的白色羽毛都开始脱落，露出了几根灰色的绒毛。这才是真正的血脉压制。有人惊恐地喊道。父尊的脸色由青转白，再由白转红，他呆呆地看着我怀中的幼崽，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悔恨。他终于意识到他错过了什么。这是混沌出火凤。夫君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骄傲和深情。他继承了你的出火之力，也继承了我的冰仪血脉。原来这才是我的孩子真正的模样。红白相间的羽翼并非杂毛，而是混沌出火凤的返祖之象。火焰温度高到极致，呈现白色，红白相间正是神火未完全融合的极致表现。而我手腕上的好运手镯在这一刻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它不仅帮助我的孩子完美融合了两种至高血脉，更在怀孕期间修复了我的身体，让我这个红白杂毛凤凰的血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纯和激活。我的孩子是真正的龙凤双血统，是超越了凤凰族所有等级的灭世神兽。凌霄和素雨的脸色已经彻底煞白，他们呆若木鸡地看着我怀中那威风凛凛的幼崽，以及素雨怀中那只已经开始脱毛露出野山鸡原形的白黄。而素雨怀中的那只白黄更是吓得瑟瑟发抖，发出更加凄厉的鸡叫声，甚至连身上的白色羽毛都开始脱落，露出了几根灰色的绒毛。鸡白，你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你的鱼尾呢？没有鱼尾你怎么参加鲛人烟赛？没有鱼尾你还算得上是鲛人吗？鸡白躺在床榻上，脸色惨白。父亲，帮我找人给鸡白看病好不好？马上就要到鲛人大赛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很多心血的。父亲蹙着眉点了点头。专门给兽人看病的郎中来了之后，把了把脉就叹着气摇头离开了。这鱼尾的外观看似没事，实则里面的鱼骨已经软了，不出3日，它的鱼骨就会化成一滩脓水。鸡白疯了似的求郎中救救他，激动的都从床上掉了下来。沈渊则双目无神的念叨着不可能。送走郎中后，沈渊竟然扑上来想要对我动手，不过有安玉在，他怎么可能近我的身？沈央，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你嫉妒我的鲛人天资聪颖，生怕他会成为鲛人王，那样你这辈子就不可能爬到我头上了，所以你故意害他。你害了我的鲛人，我不可能让你好过，你也给我死！此时素雨怀中的那只白黄似乎承受不住混沌出火的威压，原本洁白的羽毛像秋风扫落叶般簌簌落下。更可怕的是，随着羽毛脱落，它身上那一层用幻术和药物维持的高贵气息彻底崩塌。哥哥打，哥哥打！那只光秃秃的幼崽惊恐地扑腾着翅膀，从素雨怀里挣脱出来，却因为没有飞行能力，重重摔在地上，像一只待宰的肉鸡一样在地上疯狂啄米刨土。这一幕滑稽又讽刺。不，这不是真的，我的孩子才是白黄，我的孩子才是。素雨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冲过去想要抱起那只鸡，却被那只受到惊吓的幼崽狠狠啄了一口手背。素雨，你的白黄怎么在刨土找虫吃？我冷冷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死寂的祠堂。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炼石不食，非礼泉不饮，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高贵血统。
周围的族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窃窃私语声如潮水般涌起。天哪，那真的是一只鸡！你看它的爪子，根本不是凤爪。我就说素雨怀孕的时候怎么总是偷偷吃米，原来是怀了个鸡精，太丢人了。我们凤凰族的祠堂竟然混进了一只野鸡。凌霄也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跌坐在地。他看着地上那只正在啄食祭品谷物的儿子，又看看我怀中那只高贵冷艳、散发着毁灭气息的神兽。他前世的白皇是假的，今生的白皇也是假的。他以为自己重生后看清了一切，却没想到再次将一目当珍珠，错过了真正的神珠。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凌霄喃喃自语，双眼赤红。我明明选了那个会生白皇的人，为什么还是错的？我抱着孩子，眼神冰冷地扫过凌霄和素雨。上一世，你们将我的孩子捅了个对穿，将我扔进火海。这一世，你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王王，您不是说要为民除害吗？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此刻，真正的杂种已经显形了。父尊的身体颤抖着，他看着素雨怀中那只已经露出大半鸡毛的幼崽，又看看我怀中那散发着神兽威压的幼崽，终于明白了一切。他的面子，他的权威，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作为皇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差点杀了自己的神兽外孙，却要捧一只野鸡上位，这份耻辱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来人，将素雨和凌霄打入天牢。父尊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愤怒，那是被愚弄后的滔天怒火。侍卫们立刻上前，粗暴地架起素雨和凌霄。素雨还在挣扎，他的幻术因为心神大乱而开始失效。只见他原本白皙细腻的皮肤开始迅速干瘪发黄，几根彩色的鸡毛从他的脖颈处钻了出来，他的鼻子变尖，嘴巴突出，那张原本娇艳的脸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一张半人半鸡的诡异面孔。啊，鬼啊！离得近的侍女吓得尖叫起来。这就是素雨公主的真面目，她是野山鸡精，她根本不是凤凰，她骗了我们所有人，她是用画皮术混进来的。素雨听着周围的谩骂，崩溃地捂住自己的脸。别看，都不许看，我是辉煌，我是高贵的辉煌。然而凌霄看着身边变成半只鸡的女人，眼中的厌恶几乎要溢出来。他猛地推开素雨，滚开！你这个贱人，是你骗了我！你说你会生白皇的。凌霄，是你自己蠢。素雨尖叫着回击，你自己也是个空壳子太子，若不是你精血亏空，我怎么会生出这种东西？两人在大殿上狗咬狗，丑态百出。父尊的脸色由青转紫，再由紫转黑，最终凝固成一片死灰。他看着凌霄和素雨，眼中再无一丝往日的宠溺和信任，只剩下被彻骨背叛的滔天恨意。他曾以为自己是凤凰族最睿智的王者，却被一个野鸡精和一个人面兽心的混血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差点亲手葬送凤凰族真正的希望，而这一切都为了他那可笑的面子和权威。将他们押入焚天狱。父尊的声音嘶哑，却带着无边的威压。永生永世，受烈火焚烧之苦，以赎其罪。侍卫们听令，立刻用特制的玄铁链将凌霄和素雨捆缚。凌霄挣扎得更厉害了，他的真身开始不受控制的显现，原本俊美的容颜变得扭曲，露出尖嘴猴腮的野鸡原形。他体内亏空的精血和长期伪装的法术反噬，让他连维持人形都难以为继。不，我不能去焚天狱，我是太子，我是凤凰族的希望。凌霄发出凄厉的尖叫，他的双眼死死盯着我怀中的孩子，眼中是极度的贪婪与不甘。凤熙，你这个贱人，你把我的白皇还给我！我冷笑一声，抱着怀中散发着混沌出火气息的幼崽，缓缓走向凌霄。幼崽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情绪，发出一声稚嫩却充满威严的啼鸣。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压制住凌霄，让他动弹不得。你的白皇！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冰冷无双。你这只野山鸡也配拥有真正的白皇？你精血亏空，内里腐朽，无形都难，又岂能孕育纯血凤凰？你不过是窃取他人血脉，妄图以假乱真的卑劣之徒。我一字一句戳穿了凌霄所有的虚伪，他彻底崩溃了，口中吐出一大口黑血，气息萎靡。他知道，在我的孩子面前，他所有的谎言和伪装都将不攻自破。凌霄，你这个蠢货！素雨突然挣脱了侍卫的束缚，他的幻术已经彻底失效，露出半鸡半人的丑陋真身。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怨毒，猛地扑向凌霄，锋利的指甲如同钢钩般狠狠地刺入凌霄的胸膛。是你害了我，是你说了能生白皇，你这个废物，你根本就是个空壳子。素雨状若疯癫，他的指甲深入凌霄体内，疯狂搅动着，将他那本就亏空的内脏搅得稀烂。凌霄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素雨，眼中充满了惊恐和不甘。他没想到
他一直利用的棋子，竟然会在最后关头给他致命一击。他的身体在素雨的攻击下迅速干瘪，化作一滩血肉模糊的野鸡原形，彻底气绝。所有人都被素雨的狠毒震惊了。凤凰殿内鸦雀无声，素雨喘着粗气，脸上沾染着凌霄的血，显得更加狰狞。他转过头看向我，眼中充满了怨恨与嫉妒。凤溪，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以为你生下了这个怪物就能高枕无忧吗？你错了。素雨发出刺耳的尖笑，她的声音因为过度嘶吼而变得沙哑。你怀中的是混沌之力，是万物起源，它会引来整个魔界的觊觎。魔主早就盯上了它，你等着吧，你们凤凰族都将为它陪葬。素雨的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在寂静的大殿中炸响。所有凤凰都惊恐地看向我怀中的孩子，又看向我。混沌之力，魔界觊觎，这信息量太大，大到他们一时无法消化。父尊的身体晃了晃，他终于从巨大的震惊和耻辱中回过神来。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恐惧，有悔恨，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希望。素雨，你休得胡言乱语！父尊厉声喝道，试图压下素雨的言论，但他颤抖的声音却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我却不为所动。凌霄已死，素雨也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而他的话却证实了我母亲遗言中的一部分。我的孩子果然不凡，而魔族果然是冲着我的孩子而来。我的混沌出火，在这一刻熊熊燃烧起来，不再是悲痛的毁灭，而是愤怒的焚灭。我看着素雨那张沾血的丑陋面孔，看着他眼中的疯狂的嫉妒和怨毒，心中的怒火瞬间冲破了极限。他害我，害我的孩子，甚至连凌霄也死在他手上，如今还想引来魔族，威胁我。你该死！我冷冷地吐出3个字。我抱着孩子，平静地看向父尊，声音虽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父尊，您现在相信我不是杂毛凤凰，而是真正的凤凰族希望了吗？而素雨身为凤凰族公主，却与野鸡精勾结，残害太子，引魔族觊觎我儿，其罪当诛。父尊老泪纵横，他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我的孩子，却又不敢。他知道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他辜负了我的母亲，也差点毁了整个凤凰族的未来。凤溪，是父尊错了，父尊鬼迷心窍，被小人蒙蔽。他哽咽着，老态尽显。我没有回应他的悔恨，只是冷冷地扫视了一圈殿内的众凤凰。他们曾经嘲笑我，羞辱我，将我推向深渊，而现在他们眼中只有敬畏和恐惧。今日之事，皆因血统不纯、心术不正之辈作祟。我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整个大殿。凤凰族，是时候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了。所有血脉驳杂、来历不明，却妄图窃取凤凰族荣耀者，杀无赦。我的话震慑了全场，那些曾经附和凌霄和素雨的凤凰们，此刻都吓得瑟瑟发抖。就在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整个王宫都摇晃起来。怎么回事？父尊惊呼：皇王，不好了！魔族大军攻打王宫了！一名侍卫连滚带爬地冲进来，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凌霄的话竟然一语成谶，我心头一紧，立刻抱紧了怀中的孩子。魔族果然来了！王宫外，黑压压一片的魔族大军如同潮水般涌来，魔气冲天，遮天蔽日。为首的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周身缭绕着浓郁魔气的男子，他脸上戴着一张诡异的银色面具，只露出一双猩红的眼睛，紧紧盯着大殿的方向。交出混沌之子！魔主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带着无尽的威压。否则，今日便是凤凰族的灭族之日。凤凰族的大长老和众长老们立刻飞身而出，与魔族大军对峙。然而，魔族大军数量庞大，实力强劲，凤凰族很快便落入下风。父尊脸色惨白，他知道凤凰族根本不是魔族的对手。他看向我，眼中充满了绝望。凤溪，孩子，快带着孩子走！他嘶吼道，试图为我争取一线生机。我没有动，我看向大殿门口，那个曾经瘸腿的夫君此刻正缓步走进大殿。他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青色长袍，面容依旧，但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却闪烁着亘古不变的金色光芒。他一步步走向我，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所有凤凰的心脏上，让他们感到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魔主也注意到了他的到来，猩红的眼睛微微一眯，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你就是那个藏在凤凰族的小白脸儿？魔主声音带着嘲讽。区一个凡人，也敢阻拦本座？我的夫君没有理会魔主，他走到我身边，轻轻地从我怀中接过孩子，动作温柔而小心翼翼。孩子在他怀中立刻安静下来，发出满足的咕哝声。他抬起头看向魔主，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只有无尽的威严。魔主，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如同滚滚天雷，震撼着每一个生灵的心脏。你动我妻儿，可曾问过我？他的话音刚落，
一股磅礴浩瀚的龙威瞬间从他体内爆发而出，席卷整个王宫，甚至冲破了魔族的魔气，直上九霄。龙神，所有凤凰都惊呆了，他们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那股威压，那股气息，分明是传说中至高无上的龙神。魔主的脸色骤变，他猩红的眼睛中第一次出现了凝重，他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强大，这绝非普通的龙族，而是真正的龙神。龙神又如何？你以为凭你一人就能阻挡我魔族大军吗？魔主怒吼一声，率先向龙神攻去。不自量力！龙神轻蔑一笑，他将孩子递给我，在我额头轻轻一吻。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的妻。我的心头一暖，感受到他话语中的坚定和爱意。你放心，我坚定地回应。怀中的孩子感受到了父母的羁绊，发出欢快的鸣叫。龙神转身，周身金光大盛，他的身形开始迅速膨胀，鳞片熠熠生辉，头生双角，四爪腾空，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响彻天地，一条长达万丈的金色巨龙腾空而起，盘旋在王宫上空。真正的龙神真身，金龙与魔主瞬间缠斗在一起，两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在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王宫的结界在他们的力量下摇摇欲坠，大地开裂，山河变色。凤凰族的长老们和父尊都看呆了，他们从未想过我嫁的那个瘸腿乞丐竟然会是如此强大的存在。凤凰族听令！我突然厉声喝道，我的声音中带着凤凰始祖的威严，让所有凤凰都为之一振。今日是凤凰族与魔族决一死战之时，为了凤凰族的荣耀，为了我们的未来，随我迎战！我周身紫焰腾腾，怀中的孩子也发出了更加嘹亮的啼鸣，一股强大的混沌出火的力量从我体内爆发而出，瞬间点燃了我的羽翼，让我的身影在战场中显得格外耀眼。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凤栖公主，我是凤凰族真正的希望，是混沌之子的母亲，是龙神的妻子。在我的带领下，凤凰族终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役，他们发出高亢的凤鸣，冲向魔族大军。然而魔族的力量远超凤凰族的想象，魔主带来的魔族大军中不乏实力强大的魔将。龙神虽然强大，但魔主也不是吃素的，两人一时难分胜负。我抱着孩子，一边指挥凤凰族战斗，一边寻找机会支援龙神。我的混沌出火对魔族有着天然的克制作用，每一次火焰的喷射都能焚烧大量的魔族。就在激战正酣时，我突然感受到怀中的孩子开始躁动不安，他似乎感受到了魔主身上那股特殊的魔气，猛地从我怀中挣脱，化作一道金红色的流光，直冲天际。孩子！我惊呼一声，想要追赶，却被魔族大军缠住。孩子飞向空中，他稚嫩的身体开始迅速成长，混沌之力在他体内奔涌，一道道金红色的雷电从他身体中劈出，瞬间击溃了无数魔族。他正在觉醒，魔主也感受到了孩子身上那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他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焦急。好强大的混沌之力，本座一定要得到它！魔主放弃了与龙神的缠斗，猛地冲向我的孩子。休想！龙神怒吼一声，金色的龙尾一甩，将魔主击退。然而魔主却不顾一切，他祭出一件诡异的魔气，化作一张巨大的黑色巨网，企图将孩子笼罩。那一刻，我眼睁睁看着魔主那张邪恶的巨网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的孩子照去。孩子虽然在觉醒，但毕竟年幼，混沌之力尚未完全掌控，面对魔主的全力一击，显得那样无助。不！我嘶声力竭地喊道，周身紫焰狂舞，不顾一切地想要冲破魔族的围困。然而距离太远，我的速度终究慢了一步。就在黑色巨网即将触及孩子的瞬间，一道比极北冰川还要深邃，比万年寒铁还要坚硬的蓝色光芒从龙神身上猛然爆发。那不是普通的冰霜之力，那是龙神以自身本源之力为引，调动天地间最极致的冰寒法则，瞬间凝结而成的绝对零度。吾儿莫怕！龙神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和悲壮，响彻天地。他放弃了与魔主的缠斗，庞大的龙躯在空中猛地一颤，周身精灵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晶莹剔透的冰晶。他的双眼原本璀璨如星辰，此刻却变得深邃如万丈冰苍蓝。他以一人之力张开双翼，将那正在觉醒的孩子护在身下，同时一股无法想象的极致寒流以他为中心，如同海啸般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魔主发出一声惨叫，他身上的魔气瞬间被冻结，甚至连他祭出的黑色巨网也在接触到那股寒流的刹那化作无数冰屑，碎裂消散。所有的魔族，无论是魔将还是小兵，无论是咆哮的还是冲锋的，在那股极致寒流面前都如同时间静止了一般。他们的动作凝固在半空，他们的嘶吼卡在喉咙，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但下一秒所有的表情都定格。咔嚓咔嚓，无数细密的冰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爬满了所有魔族的身体，从皮肤到血肉到骨骼，甚至到灵魂，都被瞬间冻结，化作一座座栩栩如生的冰雕。整个凤凰王宫，甚至方圆百里的山脉，都在这股寒流的冲击下，被瞬间覆盖上厚厚的冰层，变成了一片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原本激烈的战场，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只剩下呼啸的寒风和冰晶折射出的冷冽而刺目的光芒。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所有的魔族都成了冰雕，他们保持着攻击的姿态，却再也无法移动分毫。我的孩子被龙神护在冰晶之中，周身混沌之力流转，似乎并未受到伤害。然而我的龙神，我看到他庞大的身躯在释放出那股极致寒流后，也迅速被冰晶覆盖，他的精灵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坚硬的冰晶。他的双眼在最后望向我的一瞬，充满了温柔与不舍，然后也被彻底冻结，化作2颗蓝色的冰珠。他以一人之力冰封了所有魔族，同时也将自己也化作了冰雕。龙神，我扑过去，用尽全力想要触摸它，却被一层无形的冰晶屏障挡住。那冰晶坚硬无比，散发着令人绝望的寒意，仿佛将它和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的混沌始祖凤凰真身，在极致的悲痛中也渐渐消散，变回了人形。我跪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心如刀绞。我发出撕心裂肺的悲鸣，那不是简单的哭喊，而是源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咆哮。我的夫君，我唯一的爱人，为了保护我们，竟然将自己也冰封起来。那冰晶坚硬的如同要将我的心也一同冻结，极致的悲伤瞬间引爆了我体内沉寂的混沌出火。我周身紫焰猛然升腾，不再是之前的炽热，而是带着一种毁灭一切的狂暴。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混沌出火的力量如同火山喷发般从我每一个毛孔喷薄而出，瞬间将我包裹成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火球。这股力量不再受我所控，我仰天长啸，那一声笑声震彻九霄，带着无尽的愤怒、悲痛与不甘。我的火凤之力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不再是单纯的焚烧，而是融合了混沌法则的毁灭之力。火球猛地向外扩张，如同宇宙大爆炸般，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那些被龙神冰封的魔族，连同他们所处的冰雕，在我的混沌出火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咔嚓轰隆，无数冰雕在火焰中瞬间气化，然后被焚烧成最微小的粒子，最终化为虚无，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魔主被冰封的身躯也在我的火焰中挣扎嘶吼，但那声音很快便被毁灭的火浪所淹没，最终也化作了粉末，彻底从这片天地间消失。凤凰王宫周围的冰原在我的毁灭之火下也迅速融化，化作滚烫的蒸汽，弥漫了整个空间。然而我的目光始终死死盯着那座冰封着龙神的巨大冰山。我看到了，我的混沌出火，在焚烧魔族的同时，也无差别地冲击着那座冰山。那冰山在我的火焰中颤抖融化，露出里面金色的龙躯。但随着火势的加剧，龙神的身影却在我的眼前一点点变得虚幻，变得透明，最终也化作了无数金色的光点，消散在滚滚蒸汽之中。夫君，我发出惊天动地的悲鸣，我的毁灭之火也随之熄灭。我整个人如同被抽空了所有力量，从空中坠落，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的孩子被龙神护在冰晶之中，周身混沌之力流转，似乎并未受到伤害。但当他看到父亲消失的那一刻，他发出一声稚嫩却充满痛苦的啼鸣，那啼鸣中带着无尽的悲伤和疑惑。父尊和凤凰族的长老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肝胆俱裂，他们目睹了我爆发的毁灭之力，也目睹了魔族的彻底消亡，以及龙神的消失。龙神大人他被公主的火凤之力焚烧了。大长老颤抖着，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解。父尊踉跄着走过来，看着我虚弱地躺在地上，看着我怀中悲伤啼鸣的孩子，又看着周围一片狼藉被彻底夷平的战场。他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惊恐与悔恨。他曾以为我只是个杂毛，他曾以为龙神只是个乞丐，他错了，错得离谱。我抱着孩子，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在颤抖。夫君，你不会有事的，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我喃喃自语，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的心虽然被撕裂，但我知道龙神不会就这么消失的。他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存在，他的本源之力绝不会轻易消散，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等待着我去寻找。3年转瞬即逝，凤凰王宫周围的冰雪早已在我的火凤之力下融化，化作滚烫的蒸汽，然后又凝结成雨水，滋润着大地。凤凰族在经历了这场浩劫后，变得更加团结和强大。我成为了凤凰族的皇主，以铁血手腕整顿族规，肃清所有血脉驳杂、心术不正之辈。父尊也彻底退位，将所有权力交由我。然而我的心却从未真正平静过。我的夫君，我的龙神，他消失了。这3年里，
我用尽了凤凰族所有的古籍秘法，走遍了3界所有传说中龙神可能存在的地方，却都一无所获。我的孩子，我给他取名缺，他一天天长大，已经能变成一个5、6岁孩童的模样。他长得像极了龙神，金色的眼眸中带着一丝与生俱来的威严，却又有着凤凰族特有的炽热。他既拥有龙族的威严，又拥有凤凰族的炽热，冰火同源，混沌初开。他虽然年幼，却天赋异禀，混沌之力在他体内奔涌，已经能熟练的化形，也能口吐人言。他的眼神有时像父亲般深邃，有时又像我般炽热。他成了我唯一的慰藉，也是我寻找龙神的唯一希望。娘亲，爹爹他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小团子缺已经能口吐人言，他稚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对父亲的思念。我蹲下身，将他抱在怀里，亲吻他的额头。不会的，缺，爹爹是这世间最强大的龙神，他只是暂时睡着了，我们一定会找到他，唤醒他。可是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爹爹呢？小团子仰起头，眼中充满了疑惑。这一日，我和小团子像往常一样，在3界各处搜寻。我们来到了极北之地，这里是天地间最寒冷的地方，也是龙族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终年被冰雪覆盖，寒风呼啸，冰封林立，如同进入了一个被冰雪凝固的世界。我曾多次探寻此地，却从未发现龙神的踪迹，但这次我却有一种莫名的预感。突然，小团子停下了脚步，他鼻子微微抽动，小小的龙角和凤羽都竖了起来，他金色的眼眸中闪烁着一丝异样的光芒。娘亲，我感觉到了爹爹的气息。他的声音充满了惊喜，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颤抖。我心头一震，立刻看向他。小团子的血脉是龙神与我的结合，他对父亲的气息自然比我更加敏锐。真的吗？你仔细感受在哪边？我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小团子闭上眼睛，小小的身体微微颤抖，似乎在极力捕捉那微弱而又熟悉的气息。那边很远很远，但是很清晰。他伸出小爪子，指向冰原深处的一个方向。我立刻抱着他，朝着他指引的方向飞去。极北之地的冰原深处，寒风更加凛冽，冰雪更加厚重。我飞了整整7天7夜，终于来到了一处被冰雪覆盖的巨大山谷。这里似乎是极北冰原的核心，所有的冰雪都更加凝实，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意。小团子在我怀中指着山谷中央的一座冰山，激动地喊道：娘亲，就是那里，爹爹就在里面。我定睛看去，那座冰山比周围的山峰更加高大，也更加晶莹剔透。它散发着微弱的蓝色光芒，仿佛一颗巨大的蓝色心脏，在冰原深处微微跳动。我落下身形，一步步走向那座冰山。随着距离的拉近，我终于感受到了那股熟悉而又令人心痛的气息，是我的夫君，我的龙神，他就在这座冰山之中。只是这冰山与3年前王宫外的冰山截然不同，它更巨大，更凝实，也更深邃，仿佛蕴含着整个世界的寒意。我伸出手想要触摸冰山，却被那股极致的寒意瞬间冻僵。父亲，我轻声呼唤，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小团子从我怀中跳下来，他跑到冰山前，用小小的身体贴在冰面上，发出低低的呜咽声。突然，他周身的龙角和凤羽都开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一股纯粹而强大的血脉气息从小团子体内爆发而出，瞬间与冰山产生了共鸣。冰山上的蓝色光芒开始剧烈闪烁。娘亲，爹爹有回应了。小团子惊喜地喊道。我看着小团子，眼中充满了希望。他是龙神的孩子，他的血脉或许是唤醒父亲的关键。我立刻盘膝而坐，将全身的混沌出火之力注入小团子的体内。小团子得到我的力量加持，身上的金色光芒更加炽烈。他口中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凤鸣，那是属于混沌之子的独特声音。龙吟凤鸣声中，冰山剧烈震颤，无数冰屑从山体上剥落。我能感受到冰山内部的龙神气息正在逐渐增强。夫君，我来了。我站起身，周身紫焰腾腾，混沌始祖凤凰的真身再次显现。我化作一只巨大的火凤，双翼展开，烈焰焚天。我的混沌出火与小团子身上的血脉之力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漩涡，狠狠地撞向冰山。轰隆隆，冰山剧烈震动，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如同蜘蛛网般迅速蔓延开来。那极致的寒冰法则在我的混沌出火和孩子血脉之力的双重冲击下，终于开始瓦解。我以凤凰之身用尽全身的力量，将我的混沌出火源源不断地注入冰山。我的火焰不再是单纯的灼热，它蕴含着生命的气息，蕴含着我对夫君无尽的爱意和思念。它燃烧着冰山，也燃烧着我的心。小团子也在一旁不断地发出龙吟凤鸣，用他的血脉之力为我打开冰封的通道。巨大的冰山在我们的力量下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冰块崩塌，寒气消散，露出了被冰封在其中的那条庞大而威严的金色巨龙。它依旧保持着冰封时的姿态，双眼紧闭，身上的冰晶尚未完全融化。夫君，我再次变回人形，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用我的双手去触摸它冰冷的鳞片。我的混沌出火，此刻仿佛拥有了生命，它从我的掌心涌出，温柔地包裹住龙神的身体，一点点地融化他身上的冰晶。小团子也冲过来，用他小小的身体依偎在龙神的身边，用他稚嫩的龙角轻轻触碰龙神的头颅。在我的混沌出火和孩子血脉之力的双重作用下，龙神身上的冰晶终于完全融化，他的身体开始散发出微弱的金光，他的眼睑微微颤动。夫君，你醒醒啊！我泪流满面，紧紧握住他的巨爪。突然，龙神的双眼猛地睁开，那双深邃如星辰的眼眸中充满了疲惫，却又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清明和温柔。他看到我，看到小团子，眼中充满了爱意。凤熙，孩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充满了力量。夫君，我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他。小团子也欢呼着跳到他身上，用小脸蹭着他的龙鳞。一家三口终于在极北冰原深处，这片曾经绝望之地重新团聚。龙神缓缓变回人形，他紧紧地抱住我和孩子，感受着我们真实的温度。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他轻声说道，眼中充满了歉意。只要你回来就好。我将脸埋在他胸口，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你的火凤之力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连被我冰封的魔族都能彻底焚烧。龙神看着我，眼中充满了心疼。那是极致的悲痛所致。你消失后，我以为我永远失去了你。我苦笑一声，他吻了吻我的发顶。幸好你和孩子找到了我。我的本源之力虽然被你的火凤之力冲击消散，但我的意识却在极致的冰寒中凝结成了新的核心，沉睡在这极北之地，等待着你们的召唤。我和龙神成为了三界公认的守护者，我们的孩子缺也在爱与力量的滋养下，成为了三界中最强大的存在。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守护着这片天地，过上了幸福而安宁的生活。曾经的杂毛公主，最终成为了凤凰族的皇主，龙神的妻子，混沌之子的母亲，用她独特的血脉和不屈的灵魂，书写了一段传奇。